大家好，我是戴眼镜拿着话筒的拉撒偏偏。今天要看的片子非常的魔幻，先给大家看个片段。开篇咱们要介绍一下主人公，他们是贫民窟兄弟组合大白和小白。这对兄弟年少时曾经深受邪教组织荼毒，今年是他们逃离组织的第10年。故事开始，弟弟小白收到一个快递，小白拆快递的同时，收到哥哥大白的短信，让他买新的车用电池。不过比起买电池，小白更在意快递里的录像带，所以小白把钱拿去买了旧 DV， 播放起了录像带。画面中的女人就来自于那个邪教组织，大家先混个脸熟，她之后还会出现。有人说组织众人即将举行升天仪式，之后录像显示了升天的地点和工具，一块环形空地和一条粗麻绳。大白告诉弟弟，女人口中的升天仪式就是集体自杀，咱们当年逃了出来才能多活10年。可小白却并不认为那个组织是邪教，他在那里度过了整个童年，全是美好的回忆。而且离开组织后，兄弟二人的收入水平每况愈下，工作是清洁工，工作餐是泡面，这让弟弟更加怀念起在组织里的日子，起码1日3餐有菜有肉。政府安排社工对前邪教成员定期开展心理辅导。大白对辅导员说，虽然他尽了全力照顾弟弟，可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这10年来始终无法融入正常人的生活。小白却又是另一番说辞，他十分想念那个组织，如果可以的话，他还是想回去。那这个组织到底是不是邪教呢？咱们接着往下看。在小白的一再坚持下，大白还是同意了和弟弟一起回到组织，待上1天1夜，也好让弟弟彻底死心。小白对大白的妥协很满意，他放松下来，望着天空若有所思，云哥好像天空围成了一个圈。兄弟俩很快上路，车上哥俩依然在争论组织到底是不是邪教。大白说把自杀叫升天，膜拜一些连名字都没听过的神，甚至加入组织还要阉了自己，这不是邪教是啥？弟弟却说他只记得那里好吃好喝好玩，再说了要真是邪教，你现在又怎么可能同意我回去呢？然而没想到哥俩越靠近组织，遇到的怪事就越多。当年他们的妈妈就是在这条公路上出车祸去世，路边还有一个纪念碑，兄弟二人小时候曾经画了简笔画纪念妈妈。10年过去了，画还是整洁如新。更奇怪的是，小白完全不记得自己曾经画过这幅画。接下来，小白看到一根千疮百孔的棍子，这类棍子此后会频繁出现，我们统称它们为路标。等看望过老妈之后，大白看向了公路前方。接下来这个镜头，大家一定要集中注意力看。发现了吧？大白一开始看公路两端，风景竟然是如同镜像一般完全对称的，可一转头，前方的景色就变了样。活见鬼的大白觉得此地比久留，赶紧带小白继续上路。其实从刚刚那个路标开始，兄弟二人就已经进入了组织的地盘。组织本部全称为阿卡迪亚营区，为了少念2个字，以后简称此地为阿迪营。到了阿迪营，大白傻眼了，他口中集体自杀的组织成员们居然都活得好好的，首领小黑还出来迎接了他们。小黑在当年车祸中救了兄弟二人，也是他引领兄弟俩加入了组织。小黑和大白寒暄了几句，就带他们与阿迪营的新老成员们碰面。阿迪营现在的主要收入是靠卖啤酒，所以首先要介绍的是负责酿酒的金发哥，以及为酿酒种植大麦的一女一男阿珍和阿强。眼尖的小伙伴会发现，阿珍正是小白收到的录像中的女人。小黑还介绍了一位新成员，热爱画画，发型很像扫把的扫把姐，她是小黑从附近的精神病院捡回来的。另外就是兄弟俩刚进营地的时候就遇到的傻笑哥，他脑子好像不太好使，一天到晚就知道傻笑。虽然角色突然增多，大家可能一下子记不住，不过他们各有特色，随着剧情深入应该不难分辨。兄弟二人回到宿舍，发现床上贴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请安静。这纸条是谁写的，大白也没在意，但是他向小白提出了一个困惑，这些人为啥过了10年还是咱们印象中的样子，一点都没变老呢？不是邪教是啥？小白却不以为然，认为人家年轻就是因为原生态的生活。大白只好出去跑步放松心情，这次他遇上了新人物暴走哥。大白想打个招呼，可暴走哥步伐过于矫健，好像忙着为奥运会做准备，压根就没搭理大白。一转眼就到了晚上，小伙伴们一起搞篝火晚会，这是阿迪营的日常活动，大家挨个进行才艺表演，看上去十分和谐有爱。而格格不入的大白则跟着小黑去了他的房间，发现小黑还在算那道他10年前就在算的物理难题。小黑问大白为什么回来，大白蒙圈了，不是你让阿珍寄录像带孤到我们哥俩的吗？小黑更蒙圈，他说根本没有人给兄弟俩寄过录像带。之后小白大白俩兄弟又分别遇到了阿珍和阿强，阿珍除了种大麦还是组织里的裁缝，小白小时候穿的很多衣服都是他做的。阿珍还亲切的邀请小白观摩自己的设计稿。另一边，阿强非要跟大白玩个球，阿强把棒球抛向天空，天上好像还有个神秘的其他玩家接住了球。过了好一会儿，球不偏不倚的落在了大白的手中。这时才刚刚到聚会的高潮，小黑集合众人玩阿迪营的传统游戏1v1拔河。小黑第一个做起了示范，只见对面的绳子越来越高，仿佛上了天。大白告诉弟弟，对面肯定是刚才跑到暗处的傻笑哥爬上了梯子。小黑尬玩了一会儿，又喊小白来玩。小白嘴上说着不了不了，下次一定，身体却还是很诚实的，用绳子给自己来了个捆绑 play。
家都很高兴。小黑又喊大白上场，兄弟俩一个尿性，大白也是先喊着这次算了，下次一定。之后又真香的拿起了绳子，可这次天上那位似乎不给面子，猛地一抽，把大白摔了个狗吃屎，场面一度非常尴尬。接着萨瓦姐看向自己的作品，无形的力量逐渐具象化，天空中似乎有一只怪物，冥冥之中控制着一切。面对久违的快乐，小白还想再多待一天，宠弟狂魔大白只能无奈同意。就在回房间的路上，他们看到了一间上锁的房子。金发哥解释说，里面是酿酒器材。啥酿酒器材至于这么戒备森严？大白不信，我也不信。回到宿舍时，门口又出现了请安静的纸条。这些纸条到底是谁写的？咱们后面揭晓。当晚，兄弟俩像刚上大学的毛头小子一样聊起营地里的女人。说着说着，大白忍不住告诉小白，阿珍打小白还是个小屁孩的时候，就对他有非分之想。小白觉得这是命中注定的真爱，大白却认为他是妥妥的变态。第二天，兄弟俩选择过20世界，去大山深处玩枪。大白枪法奇差无比，子弹每次都弹回脚边。之后，大白独自跑步的时候，又遇见了暴走哥，他还想冲上去打个招呼，结果暴走哥可能脚速太快，鞋没跟上，只留给大白一只脏兮兮的运动鞋。大白随后跑了一栋小屋前，突然一阵尘土飞扬，地上出现了几张照片。大白捡起其中一张，快速离开，镜头转过一圈，原来的场景瞬间改变，小屋不见了，却凭空出现了一个白色帐篷，四周围绕着路标，帐篷上的钟表分针随着声音一下一下的，在5秒钟之间重复着。以上所有异常的现象意味着什么？咱们还要继续探索。当晚，营地的众人又在搞团建，大白无情取乐，他要知道怪物究竟是什么，希望小黑这个首领能给他答案。可小黑说自己压根不是啥首领，只是话多一些，真正的答案需要大白自己去找。大白捡到的照片中有一片湖，湖底就有他想要的真相。两人聊到一半，天上竟然出现双月同天的景象。小黑把这个现象解释为物理作用，预示着升天的好日子即将到来。与此同时，阿珍忽悠小白嗑药，他手把手，嘴对嘴教学。两人一嗨，阿珍就带小白走进森林深处看2个月亮。他还告诉小白，路标会分割空间，所以他们用圆环标记，以免迷路。小白一听觉得世界真奇妙，说怪不得你会寄录像带给我。阿珍也诚恳的解释，他从来就没有寄过录像带。小黑和阿珍都说没寄过录像带，那么寄出录像带的究竟是谁？莫非是天上的怪物？再说回到团宴中的大白，他正观赏萨瓦姐的烈焰分身图。此处我们可以大胆猜测，这幅画似乎是某种预言。接着大白看到了一个哭泣的女人，她哭泣一是因为丈夫失踪了，二是因为自己失眠，为此她还四处贴请安静的标签，也就是大白刚到营地时宿舍床上的那张。这个安静姐并不是阿迪营的土著，当初小黑承诺她早晚会帮她找到老公，可事到如今，她不仅被困在这里，老公也还是无影无踪。而这大白问她来这里已经多久了的疑问，安静姐答不上来，只能匆忙离开。就这样一天又过去了，阿迪营的生活看似风平浪静，实则暗潮汹涌。小白和大白去钓鱼，期间兄弟俩照旧为失去是留争论。大白想起小黑昨晚说过的真相就在湖底，于是他决定不再废话，先莽一波。没过多久，大白狼狈地拿着箱子爬上船，让小白赶紧划船离开。只见湖中有一团巨大的阴影，他们的船就在阴影中心。哥俩很快上岸，接着下水，他们得到一卷失落的录像带。大白在湖底吓得不轻，只想马上结束这趟旅程。小白也应了大白，表示要走也行，咱们得先和乡亲们告个别。临行前，萨瓦姐送给大白一幅人妖大战图，本来猜到这幅画也有寓意，而小黑想用仪式给哥俩践行，那就是一起观看大白从湖里捞出来的录像带。现在我们才知道，这个怪物喜欢用影像与人类沟通。录像中的内容是媒体恶意描述阿迪营的邪教行为，这都拜当年离开的大白所赐。据怪物与时机的小黑翻译，怪物传递这幅录像的意思是原谅。小黑越说越难受，觉得当年从车祸中救出兄弟俩，给他们好吃好穿，到头来却养了2头白眼狼。小白到这时才明白，原来所谓的邪教都是大白在媒体面前对组织的栽赃。这些人加入组织前不需要阉割，集体自杀也更是子虚乌有的事。小白为阿迪营的乡亲们鸣不平，恨不得当场和大白恩断义绝，眼看要动手，1打2也打不过，大白只好自行离开。可该死的车用电池没电了，他只能靠11路出发。这一路也是曲折离奇。大白发现每经过一次路标，他身前身后的景象就会大变样。随着他往前一步有毒蛇，往后一步有人家。大白想借助，可当他打开门，暴走哥居然上吊升天了。Where's my house? Why the fuck are you in my house? God damn it, fuck me on the hell. 为啥会出现一死一生2个暴走哥呢？暴走哥3言2语就为大白揭开了怪物的神秘面纱，并为我们打开了另一个视角，那就是不信奉怪物的人过着怎样的生活。原来这整片土地早被怪物划分为一个个时空胶囊，大家都在各自的胶囊里不断按下重复键，过着循环往复的人生。每个人的视线有长有短，暴走哥属于比较短的那种，只有3个小时。上吊是暴走哥绝望之下无奈为之，因为在这个世界里，在循环重新开始之前，如果不自杀，怪物就会亲自帮他升天，手段要比他自己来残忍得多。暴走哥还告诉大白，如果时空回路被重置，而大白还在时空的边缘徘徊，他就会永远被困在原地。大白虽然听得一知半解，但他清楚眼下最重要的是回去找小白。他求暴走哥帮忙指路，暴走哥话不多说，先让大白开开眼。But I really just gotta get back to my brother and Travis out of here before whatever's about.
正当大白上前查看时，暴走哥突然开门，看来时空真的会无限循环。接下来，暴走哥提出条件，他拿出纸和笔画了一张地图，并给了大白一个罗盘，让大白寻找路标，去目的地的房子拿一把枪。拿回来之后，他才肯给大白画去阿丽营的地图。接着，暴走哥让大白千万别相信自己看见的，还说怪物不让他睡觉，不让他做梦，以不断重复的时间和空间惩罚着他。大白对此深表遗憾，然后就上路了。咱们再看看小白这头，他也收到了怪物从天而降的照片，一张小白的正脸特写。小白拿着照片去请教小黑，小黑说怪物的心情你别猜，说了等于没说。于是小白让小黑陪他去找哥哥，小黑给小白指了条明路，却不愿陪小白同去，并真切的希望小白能在第三轮满月出现之前兄弟团聚。天上的第3个月亮也是新月，3轮满月时会发生什么，也是小黑的秘密。小白照小黑所说，跨过了一个路标，只是小白的一小步，却是怪物的一大步，这已经让他和阿迪营存在于2个时空。随后到来的阿珍仿佛有所感知，在小白离开以后，他对着空气挥手说拜拜。在小白找哥哥时，大白也在按暴走哥所说，来到了一户人家找枪。这户人家里有2个男人，其中一人就是安静姐的丈夫，咱们叫他安静姐夫；另一个刻在墙上的是姐夫的好基友大胡子。姐夫之所以把大胡子铐起来，是为了帮他戒毒，却没想到俩人一直被困在了这里。大胡子说，他1年前答应给暴走哥一把枪，但安静姐夫却完全不记得。不过拿枪是次要的，安静姐夫拿出一块硬盘，非拉着大白一起看片，这内容可以说是相当劲爆。Can we try it another way? Please. 据安静姐夫所说，这段升天视频不是他们的过去，就是未来。他们想要找方法出去，可一直都没能成功。大胡子也劝大白，千万不要屈服于恐惧，要一直和怪物抗争，否则他也会堕入无尽轮回。还让安静姐夫把枪交给大白，希望他能成功出逃。就在大白离开前，安静姐夫点燃了房子，这是他和大胡子为了离开，不知道第多少次痛苦的尝试。此时的火光冲天，正是骚瓦姐的那幅烈焰分身图。It's Mike. Okay, your best friend. Don't shoot. 大白已经习惯了怪物控制下的瞬息万变，他转身离开，地上长出了一个小小的路标，这意味着新的时空轮回再次开始。再看小白这边，他一路走过哥哥走过的路，却遇见了挂着钟的白色帐篷。不断敲针重复的唱片机，不断往前冲的老大爷，不断在屋门内重复的时钟，以及老大爷一瞬间撞得血肉模糊，这些都让小白恐惧不已，只得加快寻找哥哥的脚步。兄弟俩在不同的时空里穿梭，就在大白的罗盘刚刚坏掉时，小白终于喊着大白的名字出现了。一辆大房车悄然出现在大白身后，车主不在，但留了字条，请访客自便。大白看着桌子上留下的妖娆花，无奈的念叨着，要搞懂罗盘，估计得花一辈子了。说罢，和小白继续上路。第3轮满月就快来临，阿迪营中的人们似乎在进行着最后的晚餐。兄弟2人则先前往暴走哥的住处，大白留下了枪，拿走了暴走哥留下的去阿迪营的地图。正当他们要离开时，小白说他还是想留下来，并劝大白也留下来。大白觉得弟弟是不是脑子瓦特了？明明知道怪物多吓人，还要找死。可小白觉得回到正常世界也是当贫民窟男孩，照样活到死，还不如留在营地过衣食无忧的生活。大白沉默良久，决定尊重小白的意见，送他回营地。他们刚刚出发，暴走哥也刚刚经历过了3个小时的轮回。转眼间，兄弟2人回到了营地，正碰上原本不属于这里的安静姐骑着离开。我们祝他与安静姐夫早日团聚。接着，金发哥打开上层的木屋，兄弟2人忍不住进屋去看，里面果然不是什么酿酒的器材，而是各个年代的录像带。电视开始自动播放，竟然是兄弟2人回到营地之后的影片。这镜头似乎都是从怪物的视角出发。小黑拔河、篝火晚会、阿强的抛球游戏，大白和小白玩猎枪，再到大白在湖底受的惊吓。天上已然有3轮满月，阿迪营的众人围成圆圈，怪兽赐给他们绳子，接下来就是升天仪式了。小白看完录像，突然意识到什么。当他来到日常团建的场地，只剩下众人残破的衣物和骚瓦姐留下的最后一幅黑暗龙卷风。大白安慰小白，这些人还会回来，并决定陪小白留下来。小白还没来得及感动，怪物却等不及验证骚瓦姐的预言家身份，发动了龙卷风攻击，整个营地被卷向天空。兄弟2人慌张地推动他们那辆没电的破车，企图逃脱这个营地。与怪兽的对弈已经到了千钧一发的时刻。And I love you. I love you too. And I need you to start this car because I don't want you to die or me to die, okay? All right.
兄弟情感天动地，这辆破车终于启动了。妖风呼啸着跟在他们身后，眼前的路标区分出两个镜像时空，冲上前方的黑鸟通通被撞回来，而兄弟二人的破车也从另一个空间逆向往回行驶。就在两辆车，不可以说是一辆车相撞的时刻，他们冲破恐惧，冲破时空的结界，获得了一片风平浪静。阿玲众人重获新生，小黑也露出欣慰的笑容。可兄弟俩真的逃离了循环吗？ We need gas. No, we're good. It's on empty. It's always like that. Always on empty. Empty means that there's no fuel in the tank. We couldn't even. You figure it out. 无尽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一定有很多小伙伴满脑子都是我是谁，我在哪儿，我看了些啥。首先来说一下无尽的世界观，以营地为主，大白和小白经过的所有区域都被没有实体的怪物控制，处在时空的无限循环中。每个关键地点出现的路标、营地标记的圆圈，以及总是呈环形飞行的鸟，还有空地上的一个个弧形区域，都能验证这一点。怪物以自身的喜好和力量，将这些区域分成不同的大小、不同的时间轴，以路标为界限划分循环区。路标围成的面积越大，循环时间越长；面积越小，循环时间越短。每一次循环区发生新的循环，或者有循环模式变动，就会有新的路标诞生。每个循环区困住不同的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间尺码和时间速度。比如我的1秒钟就是你的1年。怪物以照片和录像的方式向区域里的人传递自己的想法。这里再加一个推测，就是怪物也会用随处可见的妖娆花加深人们对它的依赖性。每个循环刷新的方式有2种，一种是怪物开启，通常会比较惨烈，例如营地众人的升天仪式，或者在白帐篷里5秒1循环醉得稀巴烂的老大爷。第2种是自杀，比如暴走哥，他尝试过上吊和用枪自杀。还有大白在找枪时碰到的那对好基友，他们选择的方式是自焚，不管用了啥方法，也都重启了循环。第2点又说说电影中的配角，他们分为2派，一派是安然自得、信奉神秘的阿迪营众人，因为他们是服从派，所以生存的环境相对较好，循环周期也很长。他们聚众狂欢，对怪物说一不二，在外人眼中看来，这伙人确实和邪教没啥区别，但换个角度来看，他们确实被怪物赋予了永生。另一派是以暴走哥为首，想要挣脱时空循环的人，他们被怪物惩罚，在循环中感到的只有痛苦，循环时间一个比一个短，所以他们不断尝试各种自杀方式，企图打破怪物的控制。这些 NPC 显示，虽然人人都有循环，但每个人在时空循环中的权限不同，配角只能在各自的领域内活动，只有大白和小白权限最高，能自由出入所有时空。这些东西促使小白越来越想留下来，而大白越来越想离开。但是我们从头到尾看下来，不仅细思极恐，因为兄弟2人关于留下还是离开的讨论也是不停在循环的。这也就是我们将要提到的第3点。我认为小白和大白在最后并没有离开怪物的控制，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没有走出去过。在主人公所谓的正常生活里，并没有兄弟2人接触真实人类的镜头，他们在无人的房子里做家政服务，接受社会教育时也没有社工露脸。而当小白躺下来看着天空时，云朵围成圆圈和营地上空经常出现的圆圈景象一致，也就说明哥俩认为他们逃脱的10年实际上都没有翻过怪物的五指山，只是他们的循环圈更大。其实可以把兄弟俩出走10年的空间看成一个大的循环，而包括阿迪在内，所有其他的小循环都在这个大循环之中。也正因如此，小黑在看到兄弟2人冲出去之后，会留下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因为他也知道小白和大白永远也不会摆脱怪物的控制，走出循环。最后一次冲击结束，兄弟2人前方的天空中出现圆圈和新月，更是印证了小白和大白冲出了恐惧，但仍旧没冲出怪物定下的无尽循环。到这里，有一个一直困扰大家的问题也就有了答案：小白和大白一开始收到的录像带确实不是阿珍级的，而是怪物级的。只有怪物最喜欢用影像的方式沟通，片中所有出现的照片、录像带都是怪物按自己的心意送给他选择的人。而一开始出现的升天录像带，无疑就是怪物在召唤大白和小白2兄弟回到阿迪营。这也再次证明2兄弟一直都处在怪物的控制之中，没有逃出循环。正如开篇的恐怖小说家洛夫克拉夫特所说，人类最古老、最强烈的情绪是恐惧，最古老的恐惧来自于未知。可生命周而复始，太阳底下并无新事，也许我们也正在循环之中，只因为无人自知，所以并没有人被恐惧控制。但恰恰是这种不自知，才是最恐怖之处。无忌作为小成本电影，在创意上着实下了大功夫，轮回的个人化、区块化，以及无处不在操控一切的怪物，都是吸睛的亮点。但作为以死亡循环为内核的惊悚悬疑片，无忌并不算上乘之作，因为几乎80%的剧情都在铺垫，似乎每个配角都在解释电影的世界观，可没有一个人给出明确的答复。比如为啥暴走哥上吊自杀之后还能和吊死的自己同时出现，而安杰姐夫和大胡子自焚之后却连带正在燃烧的房子一起重置，这2种处理方式区别也太大了。而小白和大白刚进入阿迪营边界时，大白能记得他们给妈妈画的画，小白却完全忘了，要不就是2人时间尺码不同。但导演，你要是跟我说是小白走的时候太小不记事儿，那可就有点扯淡了。再说无处不在的那个路标，我看的时候几度控制不住手痒，搞了一堆柴火棍就把人控制了，你拔了或者砍了不就完了？
总之，这个导演比我还擅长挖坑。虽然我经历总结之后，一切似乎都有迹可循，但我更希望电影最后能给观众一个清晰的结论。再说本片的大 boss， 这个怪物没有具体形象，神神叨叨无处不在，他的意图和行为模式都要靠观众模棱两可的推断。虽然也可以说没有规则就是规则，怪物靠玩弄人类的恐惧为乐。不过如果这就是本片的戏剧冲突，那我觉得最后的高潮部分，也许层层递进展现恐惧的作用，会更加巩固影片所阐述的内核，也会有更精彩的呈现。脑洞不错，叙事欠佳，这就是我对无尽的评价。但它能引发观众思考这一点，已然足够优秀了。咱们下期悬疑事件，拜了个拜。